本期我会聊到3点：第一，为什么液冷变成了刚需；第二，液冷产业链中3类受益的公司以及代表性的标的；第三，最关键的风险点，避免踩坑。章节我也放在说明栏，你可以按照时间轴直接跳到你最关心的部分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限制 AI 发展的物理极限到底是什么？是芯片的制程吗？是3纳米还是2纳米？是能源的供给吗？像我们前几期聊的电网和天然气？如果你问英伟达的黄仁勋或者某个台积电的工程师，他们会告诉你一个更直观、更暴力，但也更致命的答案：是热。欢迎回到 Inside Frontier，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第一期视频。首先，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！在前几期视频里，我们顺着电流聊到了电网，又聊了发电厂、发电设备、天然气等。今天我们要聊聊这根链条的另外一环，也是目前我认为整个 AI 硬件产业正在发生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革命。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 GPU 的算力如何翻倍时，又有一些聪明的资金在悄悄买入那些卖空调和水管的公司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当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芯片把功率推到那恐怖的数值时，传统的风冷时代宣告结束了。如果不解决散热这个问题，你花几百亿、上千亿买的 GPU、建的数据中心，甚至是投资的电厂，最终只会变成一堆昂贵的废物，甚至是一个随时可能起火的烤箱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拆解这条被称为 AI 汗线的千亿级赛道——液冷与热管理。为了讲清楚这个逻辑，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个简单的物理概念：功率密度。在过去十几年，也就是云计算和互联网的黄金时代，我们熟知的数据中心里，一个标准机柜的功率大概只有5000瓦到10千瓦。这部分我在第一期视频就提到过。这时候散热很简单，就像你家里台式电脑的机箱一样，装几个强力风扇，把冷风吹进去，把热风排出来就搞定了。空气是免费的，而风扇呢也是廉价的。但 AI 的出现彻底摧毁了这个逻辑。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英伟达上一代的 H100 芯片，单颗芯片的功耗大概是700瓦，这时候风冷勉强还能撑住，但小小的风扇已经转得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响了。而到了最新的 Blackwell B200，单颗芯片的功耗直接干到了1000瓦甚至1200瓦。当把这些芯片塞进一个 NVL72 机柜里时，一个机柜的功率将达到恐怖的120千瓦。120千瓦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把60个原本分散在整个机房的机柜压缩到了一个机柜的大小里，或者更直观一点，这相当于在一个衣柜的大小空间里同时点亮了1200个100瓦的大灯泡。我们先不要考虑这个衣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闪光弹，为什么？因为跑题了。开个玩笑，回到正题，这时候如果你还想用空气散热，你知道需要多大的风量和风速吗？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猜一下。好，时间到，公布答案。物理学告诉我们需要飓风级别的风量和风速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在工程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结论非常残酷且确定：风冷不是不够好，而是在物理学上不可行了。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机会，技术路线的强制切换。整个数据中心的散热架构必须从吹风变成通水，这就是液冷。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，液冷嘛，我知道，我家顶配的游戏主机也装了水冷散热，不就是几根管子吗？这有什么技术壁垒？这就是我们散户容易产生的误区。在消费级电脑上装水冷，那是玩具，但在一个造价几十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里搞液冷，那就是精密工业了。这里的门槛在于3个点：可靠性、复杂的流体力学和既得利益者的生态。想象一下，先不说数据中心，就聊聊你的电脑机箱。如果你的机箱发生了严重的漏液问题，你会不会心疼你的5090？回到数据中心也是一个道理，那里铺满了价值几万美元一张的显卡。如果数据中心的水管漏水，或者冷却液发生了化学腐蚀，那损失是天文数字。所以科技巨头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水泵，
而是一整套热管理生态系统。这包括了冷板、冷量分配单元、分水歧管。在这个链条里，以前卖几十美元风扇的公司出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卖几十万美元一套复杂液冷系统的公司。每一个机柜的价值量和这个机柜的功率密度一样，翻了5到10倍。这就回到了我们这个频道最喜欢聊的那个词——铲子，也就是之前视频里说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逻辑。不管你是搞通用大模型的，还是搞推理的，只要你想用最新的芯片，你就必须得买这套昂贵的血管系统，因为没得选，这是刚需。聊完了宏观逻辑，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一样，必须落地到资产层面。现在美股虽然有很多蹭液冷热度的公司，但真正进入英伟达朋友圈且具备大规模交付能力的其实并不多。我主要介绍这3家。如果你不理解它们的区别，你就看不懂这波行情的资金流向。为什么它是绝对龙头？大家去翻翻英伟达最新的 GB200 发布会文档，你会发现 Vertiv 是英伟达 GB200 液冷参考架构中最核心、最完整的电力和热控系统合作伙伴之一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英伟达在设计芯片的时候，就是连着 Vertiv 的电源和冷却系统一起设计的。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在定义下一代 AI 服务器热设计边界时，Vertiv 的系统能力已经被默认纳入工程假设。Vertiv 最大的护城河不是它能做液冷，而是它能同时做液冷和电力管理。前面我们说了，散热和供电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当你买了一套 Vertiv 的液冷系统，通常也会打包买走它的不间断电源和母线槽。对于像微软、Meta 这种的大客户来说，Vertiv 就像是数据中心里的总包工头，能提供一站式的交钥匙工程。它的逻辑很简单，大而全，绑定英伟达，享受行业贝塔，但代价是估值永远不会便宜。这家公司很有意思，它不做那种巨大的冷水机，它专攻一样东西：连接与保护。在液冷系统里，最怕的是什么？是漏液。一旦高压冷却液喷射出来，机柜里几千万上亿美元的显卡集群就报废了。nVent 拥有行业里最顶尖的分水歧管和快速接头技术，它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工程实践中，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高粘性解决方案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液冷时代的卖产人里的卖螺丝的那个人，它的逻辑更像是一种必需品税。它不管最后是哪家数据中心赢了，还是哪家科技巨头获胜了，只要他们用液冷，就大概率绕不开 nVent 的接口标准和机柜保护。而且它的估值相比 VRT 要低不少，属于典型的隐形冠军。nVent 最大的优势不是成长性，而是单位价值低，但绝对不可替代。在 AI 资本支出的周期里，它是那种不会爆表，但绝对很难被砍掉预算的公司。这家公司以前是给汽车、卡车做散热器的，听起来很传统，对吧？但恰恰是因为它有100年的制造业底子，让它拥有了其他科技公司没有的大规模量产能力。当 AI 数据中心需求的散热系统相关设备从几十台变成几万台时，很多小型的液冷创业公司根本生产不过来。而 Modin 能够迅速的把它的汽车散热产线切换成针对于数据中心产品的产线。Modin 在数据中心液冷体系中是提供关键的空冷式换热设备，里面还包括干式冷却器这类重资产、强制造属性的产品。华尔街买它的逻辑是产能为王，这种东西一旦订单来了，拼的是厂房、钢材、焊接、物流和交付节奏。当全行业都缺货的时候，谁能最快的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造出来，并快速运到现场，谁就能抢下订单。所以 Modin 更像是液冷体系中的重资产制造引擎，它不定义架构，但在关键热交换环节拥有极强的规模化交付能力。讲到这儿，你就会发现这3家公司的逻辑非常清晰。想买绝对龙头和英伟达伴侣，看 Vertiv； 想买低估值和精密零部件垄断，看 nVent； 想买产能释放和工业制造的底蕴，看 Modin。当然，这不构成投资建议，但是这
对于你来说是理解这条产业链上必须知道的3种赚钱姿势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的 AI 能源基建拼图已经逐渐完整了。从最一开始的 AI 需要海量的电力，到拆解各类 AI 基建产业相关的资产，再到我们说来不及等公共电网了，所以独立发电和天然气成了救命稻草。这一期我们说电变成了热，所以液冷成为了必要买的退烧药。你会发现这几期视频串起来，其实就是一部物理世界对比特世界的复仇史。无论硅谷的代码写得多么天花乱坠，最后都要回到这些看似无聊且不起眼的钢筋、水泥、管道和铜线上来。作为投资者，我们有时候需要从那些宏大的叙事中抽离出来，去看看脚下的泥土，因为往往最确定的利润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泥土里。但这并不是终点，解决了散热，解决了天然气过渡，我们依然面临一个终极问题。天然气毕竟是有碳排放的，而且气价会波动。如果 AI 真的要进化成硅基生命，它需要一种更纯净、更无限、密度更高的能源终极形态。没错，下一期我们将触碰这个系列最敏感、争议最大，但也最令人兴奋的话题。我们将去聊聊那些曾被人类视为禁忌，如今却被 AI 巨头们视为圣杯的能量来源——核能与铀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场关于终极能源的推演，请一定订阅 Inside Frontier，别忘了点赞3连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